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来，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认识他之前感情很不顺，他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原本很想努力维护好这段感情，但他做的让我伤心的事儿太多了。我和他挺般配的，我们属于比较单纯的人，我自身条件也不好，但他不嫌弃我，所以我一直都挺努力对他好的。我对这份爱有很多不舍，但我就是接受不了他骗我，而且还欺骗我的感情。我是为他付出真心的。我是做过错事儿，但我也有我的苦衷的。她是我碰到最好的姑娘，我希望我们能迈过这道坎。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杨先生，34岁，来自河北，外卖员；吴女士，22岁，来自河北，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你好。好，主持人你好。好，两位谈恋爱谈了多久啊？谈了快2年了。听说是相亲认识的是吧？是相亲认识的。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当时我自己心里就是喜欢一个别的男孩子，是我同事啊。后来我和他说，能不能就是等我3个月，就是因为那个男孩子3个月以后过生日啊，我就想表白一次再，如果他再拒绝我的话，我就死心了。然后他就等了我3个月。兄弟，我问一下啊，就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好奇，哥我早跑了，你怎么会等了3月呢？就这要求很无理啊，是不是？因为我30多了，年龄这么大了，也相了很多次亲了，也都失败了，我愿意等他。你愿意等他？愿意等他。你也不觉得这个条件苛刻？他这事我都知道，他也跟我说了。哦，相离一次就等了3个月。对，等了3个月就变成你的女朋友了。对，那显然就是告白失败了呗。就是3个月以后，我跟那男孩子又表白了一次，然后那个男孩子就是把我拒绝了，然后我就去和他聊了聊，我们约着见了几次面，然后就确定关系了。啊，然后呢？到现在为什么来呢？因为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嘛，就是我比他要胖30多斤啊。我问他就是介不介意我比他胖这么多，然后他就说他不介意，就是反倒是觉得我这样可爱一点儿。但是他生活中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啥意思？就是他生活中他嫌我胖，管我去叫佩奇。我这人呐爱开玩笑，主持人总爱给朋友啊，就是起个小外号啊。说完我也就忘了，别人跟我起外号我也不生气啊，就是玩笑，没嫌弃哈，没嫌弃。行啊，我挺喜欢他的。就是我跟他说，我特别反感别人说我胖，因为我朋友说我胖，我就去。你跟他说完之后，他还跟你开这个玩笑？对，就反复去拿我这个胖去开玩笑，而且有一次更过分就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去给他送车，挺热的，当时太阳挺大，我就出汗了，然后我就在车上开了会儿空调，因为他吹不了空调，就是他一吹空调关节儿疼就会痛风。咱俩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有这个毛病不能吹冷风。行，你一吹冷风我这胳膊腿它就疼。就是后来我知道他有痛风这个习惯呢，然后他上车之后就把空调关了，就是也不知道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气儿，就是在车上一顿数落，就是说我你看你这么肥大秋天的还开空调。他就说我该早就去治治我自己的这个肥了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下车就给他一把薅下来了，我就让他给我道歉。他也不道歉，我们就撕巴起来了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他就磕那个马路牙子那石墩子上了，当时就流血了。主持人，现在我身上还有那么个大疤呢，特别长如果要当时磕你一下子，我告诉你，你比我还疼呢。还好意思说？腰还疼吗？不疼了，已经好了。当时特别疼。那这是嘴欠嘛，不尊重人，人家不喜欢别人说胖，咱就不说了，哪有这么说的？不尊重人，你这样不好啊，打人也是不对的我反正觉得我自己挺委屈的，然后就是和他出去逛街买衣服嘛我问他我穿着好看吗？他说
你穿的一点也不好看，不适合你，就是说我穿的像煤气罐儿。这不是玩笑了吧？是玩笑。然后就是主持人，他就不肯在人多的地方去牵我手，这还是嫌弃我吗？我没嫌弃你，就是我这人吧比较喜欢独来独往，但是我心里是有你的，我的确是真喜欢你。行，姑娘，咱们不说这个胖这点事儿了啊，你不爱说咱们就不说了，就大概听明白了，就是他其实嫌弃你这，我就问一句啊，题外话问一句，你自己接受你自己现在这样吗？我接受。啊，你要接受，那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打内心接受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件事儿看淡一点吧，毕竟是外形上的东西，没什么。除了他嫌弃你胖，还有什么？啊，就是在生活中，他就特别是去隐瞒我啊。什么事儿呢？然后就是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啊，他和我说他是就是大专学历啊，学汽修的专业是，然后我爸的朋友是4S店的。他一直是送外卖的，我就觉得那份工作挺不体面的，想让我爸托朋友给他找4S店去，就是当售后，就跟他专业也大。当时因为面试的时候得填简历啊，他连简历都没填上就跑了。为啥？我没有大专文凭。那你干嘛说自己大专的呢？男人嘛，都好个面，喜欢把事情说大一点。不是这跟面没关系吧？这的确是怪我。啊，行，他是用这个解释的，我好面儿。那这面丢得更大吗？是大了点儿，哼，特别不礼貌啊！然后扭头我就走了。然后我到家，我爸就是给我数落了一顿啊，就说问我为啥。过后我就问他，我说为啥你就是连简历都没填完都跑了？我就逼他，他才跟我说的实话啊。那你介意这事儿吗？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事儿，我父母就特别反对他呀，觉得他这人特别没有原则。对。当时我父母就是不希望我和他再交往，但是我。因为这件事也跟我父母闹白了，就是觉得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分了挺不值当的啊。行，后来还发现什么事儿他瞒着你呢？后来就是他骗我骗得更严重，就是他居然用房子来骗我。啥意思？就是他和我说他现在住的是个毛坯房，是他父母给他买来结婚用的啊。我有一天问他呀，我说装修一下吧，就是贴壁纸，然后买个抽油烟机。但是他说他不，我当时就是心想他可能抠嘛，我说这钱我出，就是本来就也应该结婚了是女方家出钱装修，然后他说不，然后你一会儿已经打算跟他结婚了是吧？就是有这个打算，然后我当时就生气了，我问他为啥不装啊，他就不说，然后当时我脾气上来了，我就打他，然后最后就跟我说他那个房其实是图便宜租的一个毛坯房，不是租房干嘛说买的呢？因为就是在这之前认识他之前，我相了很多对象都没有成，都是因为房子。不是你这成了不是也穿帮吗？这撒什么谎呢？有房就是有房，没房就是没房，不丢人呐。你挣就好了嘛，两个人哎。然后呢？然后就是特别生气，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跟他分。啊，分了吗？那段时间是分了，然后就是他就跟狗皮膏药似的，然后就是天天的去我公司楼下找我，就跟我道歉，因为我想把他追回来。然后当时我就心软了。后来还骗你吗？后来就是他就是欺骗我感情。这怎么个理解法呢？就是后来有一天我闺蜜过生日啊，叫几个朋友一块聚了聚，挺开心的，我就把她带上了。当时我也挺开心的，那天我就喝多了，然后。他也看不回去我，毕竟我体重在这摆着呢嘛。然后他就让我在我闺蜜家住的。就是后来我听我闺蜜说，她那天就是还跟我闺蜜就单独又喝了一次酒，就是当天就问我闺蜜，就是她追我闺蜜，我闺蜜会不会同意？当时我只是跟她开玩笑呢，说完，然后我就不记得这句话了都。哪这？我连那微信、手机号我都没有。再说她长得就跟那袋鼠差不多少，我能追她，这不可能的事儿。我闺蜜跟我说，我当时信我闺蜜了，因为我跟我闺蜜就是10多年的感情，她不可能骗我。就是说，她趁你酒醉在你闺蜜家，她去撩拨你闺蜜，是这意思吧？对。这事儿的确是误会。你女朋友喝多了，你不照顾你女朋友，你跟女朋友的女朋友喝什么酒啊？我问你。当时就是我俩谁也不困，就是在外边就是唠了2句嗑，说说话然后我跟她开了一句玩笑。谁知道他第2天他找他说去了。你刚才不是说你记不住了吗？怎么现在又开了一句玩笑呢？
哎呀，说错话了，误会，真是误会。行，主持人，我觉得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因为之前的事儿，我父母就是本来都不同意我和他在一块儿，是。结果现在他和我闺蜜这样，我朋友都是劝我要离开他，就是不让我和他交往了。那怎么还交往着呢？然后过后就分了，然后又分了啊，就是觉得挺委屈的，跟他在一块儿。后来呢？后来就是买车嘛，就是都分了还买车呀？就是他之前那个车，我之前不开车去给他送车嘛，就是那个车，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有半年左右买的那个车吧。当时买那个车的时候，他是贷款买的，他钱不够，就跟我张嘴借。当时我就想，一个大男的跟我借钱，我当时不想借给他的，然后他当时就对我特别好，就天天的，就是给我泡脚，给我按摩，就在那软磨硬泡，就求我。然后我当时就心想，因为我手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了，我就和朋友凑了凑，然后就给他了。哦，等于你们俩这次分手还有债务关系是吧？就是他当初说要还我，但是也没还。当初买车的时候说的特别好，就是贷款他还。然后并不是这样，他花钱特别大，而且贷款我也给他还过2次。然后就是买车的时候，当初说就带我去玩儿，但是买车这么长时间以来，就带我在唐山跟前转悠了转悠。买车的时候还说每天去接我下班，然后送我上班，但是并不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公司下班晚了，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接我一下，他都不肯。哎，这不是分了就分了没？现在就是点着分。你想分？还没分掉，是为什么呀？就是觉得挺舍不得的，因为他是我初恋，我心里挺乱的。这是你的初恋？他是初恋。都是误会。啥误会啊？就是买完车以后吧，不是我不去接他，因为呀晚上我在跑滴滴嘛，想自己多挣点钱，不是不接他，这是真的。不是你喜欢这姑娘什么？你告诉我。我喜欢她可爱，比较单纯。单纯。对。特好哄吧？好哄。你看，你跟她未来有打算吗？有打算。啥打算？准备结婚生小孩。准备结婚生小孩啊？对。你愿意吗？我之前的时候也是想结婚的，但是通过这么多事儿，觉得我不想结婚了还。但是我心里是真有你，咱们2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挺好的，感情也是认真的。他对你好吗？就是他对我那些好都是假的，就是他给我买了一个手机那手机我用了一段时间，它发热，我拿去修然后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那手机是个经过水的一个翻新机。我送1单外卖5块钱，我得送多少外卖我能给你买一个手机呀？我特别辛苦。你也理解我。不是你送他的时候跟他说了这话了吗？说过吗？没有。那为什么不跟人说呢？因为当时他看见手机就特别高兴。不是你跟他说嘛？他也没问别的。你说这个翻新机我也不容易，我买这个机器我跑了多少单外卖不就完了吗？当时一高兴他也就忘了，什么都没问，然后就把手机给装起来了。在生活中我特别的努力，就是下班以后我还去跑滴滴。不是怎么了呢？我已经很努力了。不是你努力怎么了呢？跟他没关系啊，那是你努力你的人生啊。我每天对他好，就是我上班之前，我把饭做好了放在家里，然后就等着他吃了，是吗？但是有一段时间还每天给他洗脚，给他按摩，对他特别的好。他只是需要我的时候才会这么做。按脚是因为要买车缺钱是吧？是。那做饭是因为什么呀？做饭就是买车过后，他有时候就是会给我去送公司，让我吃那个饭。我觉得就是那手机我也没让他非得要送我，他送不起可以不送嘛，就是没必要去用一个2手的来糊弄我。就感觉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都是假的。所以其实，在女生的心目当中，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带目的的。也许你内心里有他，也许你爱他，也许你表现，不管你说什么吧，女生现在觉得不太相信他了，是这意思？我不相信他了已经。我的爱对你是认真的，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没有他，你的生活会怎样？就好像缺了一件东西一样。这缺了件东西，这有啥呀？特别不习惯。特别不习惯啊？对。
没人陪我说话。哦，关键是没人陪你说话是吧？对，那找一个陪你说话的不就得了吗？不是那么好找的啊，不是那么好找的。所以说白了就是你觉得你的条件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是这意思吗？算是委屈他了。委屈他，那你好好珍惜他呀。我挺珍惜他的，他的衣服都是我给洗的啊，我对他特别好啊。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女生啊，你除了他缺钱的时候你给他一些钱，他需要找工作的时候你去给他找工作之外，你在生活里是怎么关照这个男人的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去关照他，因为我是女孩子的嘛，我大部分我想让他去关照我。所以你们俩这场爱情细拆起来都在各取所需，所以你看你们这个跟爱有什么？行，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就是，明明我已经知道了真相，但是还是愿意听你继续撒谎。你说的那么真，我陷得那么深。女生是在说你吧？这是你内心的独白吧？你一直在欺骗我，我一直在轻信你，并且走到了今天，此时此刻，我们还在纠结是否继续。是。现在我们来追忆一下你们两个到底是为什么在一起的。女生是因为他不要我，你要我，所以我愿意跟你在一起。男生是因为没有人要我，你要我，所以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你们两个就是因为别人不要，而只有你在那一刻要，才开始的。那这中间有感情吗？有喜欢吗？有爱吗？有。你不用这样回答我有，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好，我们再来聊之后的事情。先说男生，其实学历不高不是错，没有房产不是错，买二手手机送给对方都不是错。只要我努力的工作，勤恳的向上，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但什么是错？撒谎是错，骗人是错。你们是因为相亲认识的，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相亲的时候学历、车房是必填的选项。你稍微的按照你的说法，要多有一点面子，虚构了一个另外的形象的话，对方看到的你的信息是这样的，他就相信你是这样的人。可事实上你没有，你把自己演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不是欺骗是什么？不光是相亲这样，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再来说女生，不管你是因为需要也好，还是因为对他有情感也好，咱能不能不动手打人啊？能。只要一言不合就伸手，我刚才都听到2次了。恋爱就恋爱，结婚就结婚，谈感情就谈感情，不好就分手。不要一言不合就伸手，对不对？所以女生也要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到底付出了多少？他到底有没有感受到你作为女人的、作为女朋友的温存？如果没有，仅仅是因为彼此找不到别人而凑合得过，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今天可以问闺蜜，我追你可以吗？明天就能问其他人。无论他再怎么保证，我希望你能够睁大眼睛，仔细的判断他到底是为了要当下的这件事情，还是真的从内心里觉得自己做错了，并且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吗？给到男生的建议就是，不要再骗人了，努力工作，让自己、让生活、让日子变得更好。给到女生的建议就是，不许再打人了。为了健康，可以多多的做一些运动。好吗？好的。擦亮眼睛，不管是初恋也好，还是最后一个男朋友也好，从自己的心出发，认真的去判断，不因为需要，而因为爱情。祝福你们，谢谢。男生身上有值得可贵保留的部分，那就是努力的工作。你为了改变自己现状，你不断的向上，这份事业心是可以称赞的。
但是千万不要把这种表现就直接替换成在爱情当中，就作为你我很努力啊，所以在这份爱情当中我就是对的，或者我的观念就是对的，这是两个概念，明白吗？所以你真正爱这个女孩吗？你真正欣赏她的外形吗？我觉得不。你能区分玩笑和嘲笑的区别吗？你每一次所谓你认为的玩笑都是在刺痛的对方。可能说佩奇这是一种昵称的话，那如果说你穿着衣服像一个桶一样的，那就不是玩笑了，那深深的伤害。而女生已经多次表达自己不喜欢这样的玩笑，这你依然不放在心上，你真正爱她吗？我觉得你们开始就没有爱，你的开始是在等，你去向另外一个男生表白，如果不成功的话，我在这儿等你，这是爱的表现吗？绝不。如果你真正去爱这个女人的话，你一定不允许她去向那个人表白，所以开始就不清不楚，当中又有很多的欺骗的成分在，对不对？而且也有你服软、道歉、暗角，但是换来了什么？换来了经济上种种收益。你真正爱她吗？真正爱一个人要尊重，要能体会对方的感受，但你没有，你所有的表面上的种种的示好，都是换回了物质上的改变。如果你是这么做的话，爱情当中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欺骗对方，甚至于在欺骗自己。女生在这份感情当中，你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处，你也在骗，但是你不是骗他呀，你是骗自己。你觉得我接受自己的现状，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真正接受，你就不会介意他所谓的拿你的外形、体重来开玩笑，你很介意的。而你真正喜欢的就是你表白失败的那个人，在他面前你不是这种表现，一定不是。所以说你也是在骗自己啊！你爱这个男生吗？你爱你冲他下得去手吗？你爱你在生活当中对他有什么样的情感上的付出吗？依然没有。不要骗自己了，2次分手都是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又要犹豫呢？你就企图蒙骗自己，让自己觉得我们之间是真感情，但恰恰我告诉你真相，不是，好不好？不要做骗自己的事情，也不要妄图去骗别人，得到自己物质上的收获。就这样。小杨，隐瞒学历还有房子这些事情你不实在，体贴照顾他，就是因为要借钱买车付首付，说明你不真诚。女方也是一样的，仗着自己的经济条件比男方要好一些，就肆无忌惮使用暴力。你们2个人在一起，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将就。可是爱不能将就啊，因为你们其实心里面都很清楚，可能再找不到比对方更好的那个人，所以呢，在一起就搭伙过日子。但是如果既然决定了在一起，就不要彼此瞧不起对方。你们2个人彼此都有自己心里边的那个小九，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呢，又拧巴，甘心吧也不甘心，不甘心吧又不能怎么样。所以将就得来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就是要凑合搭伙在一起过个日子的话，那也请拿出各自的真心。但如果真的连将就都要这样去算计彼此的话，那我觉得你们俩还不如真的分开。所以你们彼此好好想一想，到底在一起最起码的尊重有没有？能不能感知对方的心理状态、情绪？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们不能为了得到一段感情，目的性很强的去强行把一个人拽进自己的生活。祝你们都能想得明白，谢谢。说你们是将就，还算不上。你上场说了一句话，你说做外卖工作不体面，那做什么工作体面？我觉得起码就是风吹不到雨淋不到那种吧。就是我现在就是那种公司职员，就是我也希望他找一个这样的工作。恰恰是有你这种想法，把职业看成3、6、9等，有这种虚荣的想法，所以他才会用种种夸大其词的方式来欺骗你。
因为他知道你内心也是个虚荣的人。如果你内心是一个朴实的人，能够看到一个风吹雨打、非常勤奋工作的外卖小哥，但恰恰是你有这样的想法，再加上娇生惯养，所以你看人是看不准的，你看不到一个人优秀的一面。就像曲伟所说，这个男生有他优秀的一面，但你看不到。他骗你，他虚荣，你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与其说别人欺骗你，不妨想想自己因为什么而会遇上这样的人。对于男生来说其实你内心一直以来是看不起自己，所以你才要编造种种条件来装裱自己。如果你要是真的能够接受你现在的工作、现在的生活状态、经济状态，你是不会勉强自己在一个女人面前低头。所以说你们俩看不上，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去寻找自己最真实的自我。你可以去找一份充实的工作，让自己生活更丰富一些。你应该去体会那下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你才能明白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可靠的人，是真正能够给自己责任感的人。行了，别的不多说了，对不对？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啊。今天我想关于爱情的事儿我们说的很少，关于生活的事儿我们说的很多，因为对于22岁的你来说路很长，对于一个34岁还单身的你来说，未来的路其实依旧很长。不着急，跟年龄没有关系，结婚这件事儿跟爱和你想要的生活关系很大，你们俩自己琢磨清楚好吗？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就是对我好，去宠着我，我心里也挺感动的，就是也知道你对我这么好，因为你是我初恋嘛，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我现在内心很乱，我需要去自己考虑安静一下，就是以后这条路要怎么走。回唐山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把欠你的钱都还上。我一定会再把你追回来的，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我。这感觉也不长，算来嘛，算恨嘛，不必须还想追回来啊？还在迷茫呢哈？请你们想清楚，你们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将就，是凑合，是交易吗？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请开门。来，有请。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接受都已经来。努力做好自己。如果你是因为真心的爱他，做好自己，你可以再去追他，好吗？谢谢你的分享，请回。谢谢。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有2/3的时间都是异地。最开始他对我还挺上心的，但时间久了，我就发现他变了，他变得越来越不在乎我。虽然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幼稚，但人总有长大的一天，至少我已经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但我男朋友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幼稚。尤其是最近一年，他变得特别高冷，对我的态度也总是很冷淡，去哪干什么也都不和我说，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也全都不回，我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喜欢上了别人。他的幼稚跟多疑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的工作，这也让我们之间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们接下来还是这种状态的话，我们还会不会有未来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崔先生22岁，来自浙江，学生；沈女士22岁，来自浙江，兼职模特。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同学是吧？对啊，就是因为异地的问题，所以两个人出现了很多矛盾，是这意思吧？对，他去
杭州读大学，我在绍兴。你在绍兴，你们等于绍兴老乡是吧？不，我们都是湖州人。哦，我到绍兴去读大学了。说说吧，现在最大的冲突和矛盾在哪儿啊？因为就是我觉得他这半年来吧，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漠了，感觉对我爱答不理的，消息电话打给他，他也很少回吧。哦，因为就是他有时候就是给我回消息的时候，就正好那段时间，我刚好就是临近毕业，就忙着毕业展，忙着毕业论文，然后包括我平常有在做兼职工作，所以说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的忙，我就是很少抽空去跟他一直很长时间的聊天。哦，明白了。他说他没空跟我聊天，对吧？但是他在朋友圈啊，跟其他男生啊互动啊、点赞啊什么的都特别频繁。这没空跟我聊天，去跟别的男生互动。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你看到朋友圈一个就是比较好看的图片，一条比较有趣的事情，你也会点赞评论。就像我平常我发朋友圈，那人家也会给我点赞评论。但是你不是说你都没空跟我聊天的吗？男生的关注点在这儿，不搭理我，有时间点赞。可是你这就是查我岗了呀。那我为什么查你岗？难道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为什么呀？他就有一次吧，反正他接的那种活动我也不懂，然后呢就跟一个男生去拍小视频，假装是一对情侣，然后呢我朋友看到了，转发给我，他说你们俩是不是分手了？这是不是他新男朋友？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就很尴尬呀。你都说了这是拍摄，这是假装情侣啊！我在这之前，我接到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我是到了现场我才知道，他的角色安排就是两个情侣扮演。那你拍好了之后不能告诉我一声吗？你看，你说我不告诉你，你就像上次我也是去拍一个就是广告，也是里面有男生搭档跟我合作，我跟他说了，然后他知道之后，他就马上阻止我去了。那你是不是中间隐瞒了一点什么事情呢？我中间隐瞒了什么？他跟那个男生合作好了之后他们俩偷偷摸摸出去吃饭去了。什么叫偷偷摸摸？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既然是偷偷摸摸，又是异地很厉害。他发了个朋友圈呀，他跟那个男生吃饭，把那个饭菜拍下来，发了个朋友圈。拍那男生了吗？拍到就是这个样子嘛，手大概拍到了嘛。哇，看手就能看出来是那个男生你这很厉害，福尔摩斯脑厉害厉害厉害！我后面就问他了呀，厉害啊！然后他还屏蔽我这条朋友圈，被我们两个高中共同朋友看到的，然后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不是来杭州了？要不要一起玩一下？”然后给我看了一下，我说：“哎，我不在啊。”然后他说：“那他在跟谁吃饭？”然后我就去盘问他嘞。那次我是跟那个合作伙伴一起出去吃饭了，可是我就是单独的屏蔽了他，我没有屏蔽其他共同好友。你屏蔽我干嘛？如果我心里有鬼的话，那我肯定会连共同好友也一起屏蔽掉呀。我之所以屏蔽你，就是因为你太烦了。我跟谁吃饭，我在哪里吃饭，我吃了什么菜，他都一一过问。我就觉得他问的太多了，他管的太多了，太烦了。关心呢，哪是管是吧？对啊，我就是关心你啊，你一个人出去多危险啊！可是你管的太多就不对了呀。我问一句为啥就不能大大方方告诉他说我要去拍我的工作嘛？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想太多了。比如说我跟男生出去合作拍东西的话，他就会想那个男生会对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这样。他不能跟男生合作也不是，但是他至少对我稍微表现的在乎一点，应该跟我说一声，对吧？就是你觉得因为你冷落了我，你又对别的男生是这样，所以我才那个，是吧？而且还因为其他男生跟我生过气。对他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有多小气吗？就有一次我跟他在街上逛街，然后看到有一个挺好看的小哥哥，我就顺口跟他说，我说你这小哥哥叫的挺顺的呀。我说你看前面那个小哥哥长得挺好看的，我只是随口一说啦，然后他就马上生气了，掉头就走，把我一个人丢在那边。哪个男生听到自己女朋友夸别的男生好看会开心的？他总不可能说，哎，那个小哥哥好帅。我说，哎，对啊对啊对啊，总不可能这样说的嘛。为啥不能呢？他都没夸我帅过。我没夸过你吗？他平时都不夸我帅的，我就感觉吃醋了，你干嘛夸其他男生好看呢？这个不能说是为其他的男生什么但是我以前因为他那个时候手机聊天就吃饭也聊，干嘛也聊，跟谁聊？跟男生呀。然后我就发现了呀，我拿他手机看的时候我看见了呀，我就把他删掉了。他就跟我生了4、5天的气。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删我手机里的男生好友，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里面有没有包括我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跟我的其他的一些同事什么的。然后就是正好有一个活动，我在跟
男生客户沟通工作的详细，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头像是一个男生，他就立马二话不说把人家联系我方式给删了。的是二话不说吗？那你是怎样？他那段时间啊，就是朋友圈全部都锁起来了，根本就看不到我了，让别人看上去就以为是不是单身了，是不是分手了。可是朋友圈开关大家都很正常啊，比如说我开心了，我朋友圈就开了；我不开心了，我朋友圈就关上，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动态呀。谁会像你一样这么就是你一天看我朋友圈10几遍吧？有没有？我看你朋友圈不就证明我对你上心吗？反正是我是对他上心，他对我一点都不上心的。有一次啊，他就突然跟我说，他说有一部电影上了，特别想去看。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明天陪你去看吧。我就从绍兴赶到杭州去电影院等他。电影都快开场了，人找不到了。我一个人最后把那部电影看掉了。不是他知道你要去吗？他知道我要去啊，约好的场次。约好了，他就约我的。这是为啥呀？就刚好那天早上，客户跟我临时通知我，他说就昨天拍的一个片不过，让我重新过去给他补拍一下。因为这个临时通知导致我后面所有的时间安排都混乱了，我就一路都在想着这个工作，我就没有回他。你连回个消息的时间都没有吗？你有这么忙吗？我就是当时忘记掉了呀。那你这不就是对我不上心的表现吗？你们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晾了一天。我现在理解你了啊，排个序好不好？搭档、客户、好看的小哥哥，还有对面的这个小男生，哪个最重要？他了啊？他了。你拉倒，你工作最重要了。你问他信不信呢？你的实际行动是客户、搭档、好看的小哥哥，然后是你啊。这个他说的其实挺有道理的，说明他在乎你啊。别人也不会那么关注和关心你，充其量是点个赞而已嘛。你现在等于毕业了对吗？毕业了吗？刚毕业。啊，你毕业了，在哪儿工作呀？现在还就是没有找到固定的，还是就是兼职之类的。那在哪儿生活呢？你们现在还异地吗？在湖州老家。哦，你在湖州老家。为了他，我回杭州了，他回湖州去了。不是什么情况啊？怎么个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吧，咱们俩，我跟他之间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异地的关系。然后他不是在杭州吗？我就说我要找个杭州的实习工作，我就杭州去了，然后结果他呢，他回老家去了。这是为啥呀？不是，你躲着他是吗？不是，就是我不是刚毕业嘛，那我也没有一下子找到杭州稳定的工作，那我肯定要先回家一段时间。他的意思就是他在杭州，我就一定要跑到杭州去陪他。我觉得他就是。那我是为你来的杭州呀。你就是让我有种感觉，我被你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你不喜欢跟他在一个城市生活，或者说跟他腻在一起是吧？喜欢是喜欢，我是觉得以后的工作环境啊什么的，就是一定要有利于我未来自己自身发展，我才会选择待在哪里。我并不能以他为中心，我就会感觉被他牵着鼻子走。哦，那你们谈了这3年，你觉得是谁是中心啊？基本上都是他以我为中心吧。对呀，这不都他以你为中心吗？这不是你要的吗？现在还想要吗？你说句实话。我还是觉得他管的有点多，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都还小，我就觉得他很单纯。但是毕竟已经过了3年这么久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毕业了，开始走向社会，多多少少肯定要成长一点。哦。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以前那副样子。就是3年前的你，3年后依然如此，是吧？对。可是3年前的我，3年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这意思吗？对。啊，问问，有女生追你吗？有。说实话。有。怎么样？感觉没他好。啊，他知道吗？他知道，有个女生给我送过礼物，他知道的。那他什么态度啊？你什么态度啊？就那次是他跟他哥们儿出去吃饭啊，他跟我说那天只有男生，然后结果呢，第2天我发现现场有很多女生。我当初去的时候，我也以为只有男生啊，去到了我才发现有女生啊。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说，哎，我原来还有女孩子的。啊！我送礼物的事情，我不也老老实实跟你讲了？那你为什么要接受人家送你的礼物呢？都是朋友嘛。啥礼物？什么场合下送的？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吃饭。对，同班同学。哦。然后就送了一个小那个钥匙挂坠。为啥送啊？我也不知道。是过节吗？不过节。啊，不过节。他就这样拿给我，他说刚刚逛街给你买了个小东西啊，然后就拿给我了。然后旁边这么多人在嘛，然后我想。一个女孩子也不能让她太难堪，
我打开看一下，反正也不贵这东西，我就说啊谢谢啊，但是他是知道我有女朋友的。你看人家知道你有女朋友还送你礼物，是不是对你有其他心思？你收下来是不是还吊着他感觉？那不也有男生送过你吗？哪有男人送过我礼物？给你送礼物啊，给你点外卖，送到你家外卖。那你看礼物我收了吗？我没有收啊。外卖你吃了呀？外卖都是食物对吧？我们总不能浪费食物啊。这你怎么知道的？是他招的还是你查的？他跟我说的呀。哦，他可能就是怕被我发现之后更解释不清。不是的，我不是怕被他发现，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也没什么，就很正常，人之常情嘛。我就顺口跟他一提，他就生气了。主持人，你想一想，送外卖送到他家里，是不是说明他把家庭地址已经给那个男生了？啊，这个从逻辑上推理是的，啊，对吧？我订外卖没关系啊，我也可以给你订啊。啊。他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在乎我，你看是不是？结果呢，就是他放我鸽子，而且那次还是去年跨年的时候，我就是11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今年跨年来杭州找我一起跨年。结果那次我没有等到他，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很晚很晚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才接，而且还是醉醺醺的状态，我听到后面的声音是在酒吧。我那叫放鸽子吗？我那叫忘记掉了，你1个多月的事情，你不提醒我一下，我当然记不得了。那我想着你肯定记在心上了呀，我就没有必要再提醒你了。你忘了哈？我忘了，真忘了。所以你看你们俩何其之像啊！你跟女同学吃饭，告诉她是跟男同学；她跟男搭档吃饭，就把你的朋友圈屏蔽了。你去陪她看电影，她说客户来了，把你忘了。她邀请你跨年。你说我是真的忘了，好像两个人心里都说我在乎对方，但是真的在乎的是对方吗？还是自己的心理感受呢？还想处下去吗，姑娘？我不知道以现在这种状态的话，我跟他还会不会走得下去？其实你都有答案了，你是真想处下去吗？还是不服气啊？我真想，我真的很在乎他啊。就比如这个东西啦，啊，他就是贴那个高跟鞋后面会磨破的啊。然后他有一次出去做活动的时候就磨破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我这东西就一直带在身上。然后他今天做节目的时候，他那个没带，也是我给他的。哦。他可能以为每次正好他要用，我带了，但其实我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他一点点小事我都会放心啊。他经常喉咙痛、胃痛，我都会给他备着药的。女生，你需要的男朋友或者说未来的那一半是个什么样子？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陪着我，在我需要的时候陪着我。工作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必一味的就是想要一直跟我黏在一起。就我跟他不是分分合合过吗？中间我也有谈过其他对象，然后就感觉相处下来还是他最适合我性格方面的，是吗？不是，还跟别人谈过？就谈过一段。17年感情有点问题了吧？就分手了大半年的时间。然后我当时就跟他有大半年没联系，刚好就是也有其他男孩子追我，我就觉得也可以处一下试试看吧。然后就感觉试了一下新的恋情，还是他比较合适。不，这还能比较呢哈？后来是谁又把谁追回来的？然后后面我就找了个理由邀请他一起去看演出，然后后面回来之后就又在一起了。哦，还是你主动的呗？男孩子不就得主动点吗？说的多好哈！哎，你需要个什么样的女生啊？做你的另一半？就他这样的。他这样，他能稍微把我位置放高一点，稍微在乎我一点的话，我觉得他是我最好的另一半了。啊，所以两个人的心里话是这样的，女生的心里话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太粘人。男生要的女生也是一句话，对吧？在乎我就够了，在乎我、爱我就够了。好吧。他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崔和小沈两位是异地恋哈，异地恋给了我们更多的曲解对方语义的空间，让寂寞更寂寞，孤独更孤独。但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并不能让异地恋来背锅，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需要的根本就不是对方。我们先说一下女生，你要的是那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另一半。你那句话叫什么？我需要你时，我是主语。事实上，所有的爱情的主语都应该是我们，而不是我。所以，姑娘，你太自私了。爱情当中，
最苍白的理由和借口就是我很忙。你没有正式的工作，在做兼职的情况下，会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忙着和拍视频当中的男生互动，忙着和他们出去吃饭，忙着收其他异性的外卖，你在忙什么？男生一直在讲说，我想要我的位置高一点。我告诉你的位置在哪儿？你没有位置。他把你关进小黑屋了。你和他所有的信息，他屏蔽掉外界，他和外界异性互动的信息屏蔽掉你。所以你有位置吗？当然，你也有你自己的问题啊，收其他人的礼物怎么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女生很适合异地恋。所以才会出现什么杭州、湖州、绍兴追着跑都追不到，因为他不想让你追到，他希望和你保持距离，希望一直把你画地为牢的关在属于这个位置当中。我需要你，我进去；我不需要你，我出来。但是你不要到我的生活当中来，不要到我的世界里来。所以我希望男生更加的慎重考虑，我希望女生有实话说实话，不喜欢就不喜欢。如果对面的这个男生你觉得他很粘人，爱他就会觉得是幸福的，不爱他才会觉得是讨厌的。听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然后告诉对面的那个男生。各自安好，祝福你们，谢谢。我们都说爱情一定要找一种感觉，其实你们俩就一直在找这种感觉。试图在对方身上能找到能让自己充实满足的那种幸福感，事实上没有。我感觉你们俩都很孤独，在这份爱情当中是缺乏对方的理解，或者是对方的关注。可能从外形上来看，你们其实很般配的，很帅，很漂亮，但是恰恰我就感觉到了非常孤独。先从男生来说，你的关注点一直都在他身上。关注他身上所有的细节，他与外界异性交往的种种细节，你其实是求关注，对不对？但是同样，他没有给你回报的时候，你感到很孤独、很孤单。你觉得在这份感情当中，我付出了很多，为什么得不到他的回应？你找不到，所以你追着他走。甭管是从一个地方到他的城市，结果他躲开你，还是说从交流当中，都感觉到你一直在追赶着他，但是并没有赶上他，没有抓住他，你很孤独。同样孤独的感觉也是发生在女生身上，你一定是找一种志向相同、志趣相似的那个人，他不是。你现在考虑面对的事情，根本不是他所能想象的。你可能需要一个能在工作上给你一定方向指引的那种，他不是，他也理解不了你。所以说呢，你们俩在这份感情当中的感觉都是很孤独的，所以并不快乐。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吧，这个志有志向、未来的规划方向，并且有志趣、兴趣点种种的这种契合度，你们没有，只有志同之后才有可能你们的道路合在一起。所以说，如果志不同，那就道不合了。他始终在追赶你，你始终在躲避。所以认真审视一下自己内心到底需要什么，在对方身上能不能找到让自己觉得充实那种感觉。如果没有，你们是孤独的，孤独的感情一定不可能去长久的，好吗？就这样。小崔、小沈，不否认你们曾经真的很真心的喜欢过彼此，但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呀，你们两个人都不愿意为了彼此而放弃其他更多好的机会，这是实话。因为你们其实心里面已经默默认定了，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是我们现在分开可能还不到时机。一旦你们其中的一个人身边出现了一个让你觉得可以继续交往的一个人的话，那你们这段恋情也就戛然而止了。这就是你们现在这段恋爱的状态。因为看到两个人都在同时给异性一些机会，接受礼物也好，一起共进晚餐也好，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对女方来说可能更体现的明显一些，就是男生对你没有那么重要了。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时间的规划表当中，他不站在首席，就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排在他的前面。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不如就大家好好的
告个别，说分手。但如果你们觉得还有一些执念放不下的话，那就继续再相处。但是相处的时候，希望你们不要纠结。然后我想对男生更多的说一点是，我们不是爱情当中的法官，我们不能去过那种寻找证据的恋爱。如果你一直在这样去寻找证据的去逼迫他的话，他肯定会觉得很烦的。翻朋友圈10遍8遍的去翻，你无非就是想发现一点什么蛛丝马迹。因为你心里面其实对他已经定义了，你觉得他心里你的心已经很远了，所以你开始当起了爱情当中的法官。但这一点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会让你们的感情迅速进入到一个冷冻时期，明白了吗？好，祝你们各自安好吧，谢谢。异地几年？3年。异地3年，不希望早早的结束这异地的状态，两人赶紧在一起吗？希望的。那为什么你去了湖州呢？我回湖州只是暂时的，因为我还没有就是确定好自己以后到底应该在哪里工作。不管你确定好去哪里工作，还是寻求更好的发展，如果这3年饱含思念，你怎么会放过毕业之后能够跟他在一起的任何机会？你这3年的异地恋，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一句话，你都在跟他说，你爱我与我无关，不是我逼着你要你爱我的。你们俩就像2个人在逛街，你永远是走在前面的那个人，你从来不回头看，因为你知道后面这个人会跟着我，所以你只顾逛你的街，看你喜欢看的事物，买你喜欢买的东西。一旦某一个景点吸引了你，你就会在那儿驻足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在旁边等着你。等到你看腻了，不好看了，你再继续往前走，他再跟上。所以他跟你并齐往前走的时间，要视乎于你是否注意旁边的景物。我这样描述还算贴切吧？那我想请问你，等到哪一天你真的想停在某个驿站的时候，你就想停下来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你知道你一直是一个跟随者的角色，对吧？你也害怕他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他会真正的停留在哪儿，你自己要去哪儿。而且你们俩一直是异地恋，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感情基础。所以爱情永远不要找备选，一旦要是找了备选，这个事情就变了性质。我们每个人在全心全意恋爱的时候，对对方都是有责任的，当然对自己也是有责任的。我们有义务告诉后面跟着我们的那个人，说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好吗？好，就这样。女生其实体现出的特质，老师们点得非常清楚。如果我概括的话，基本就是心思比较活，还没定下来呢，对明天有一个更好的期许，对男人有一个更好的要求，这是女生嘛，对吧？男生，你认不认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碰到了一个你挺喜欢或者你挺爱的人，但是这个人不够爱你，这件事儿你认吗？不想认。其实你是不认的，如果认就没有今天了。恰恰是因为我不认，所以我要反抗，所以这段感情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女生，我就提醒你一点，坚定一些，勇敢一些。其实这不是一个做爱情的选择题嘛，你们现在是做一个未来生活的选择题。他是你想象的你要的生活当中的那个男人吗？如果不是，请你也勇敢地说出来。来，一起进入真情60。毕竟我们俩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虽然中间有过分分合合吧，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还是有点喜欢我的吧。然后如果你可以改掉一些你的不好的地方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走下去的。在一起这么久，都见证了双方各方面的改变。
但是从一开始的懵懂跟单纯，到现在，我觉得人都应该要长大。我觉得各自的生活都应该要改变一些，所以我不知道还是这种状态的话，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跟你走下去？因为毕竟我们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行了，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爱情故事哈，请回吧，谢谢两位。来，请官们啊，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我们将解答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接下来进入爱情小课堂。幸福不是比较出来的，比较出来的幸福是虚荣和自私。别人家男人的好你看得见，别人家男人的坏你不了解。当发生女友总是拿自己和别的男人做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告诉女人，我一定有我的不足，我是可以调整的。但是你这么比较会让我很伤心。你可以批评我，但你不可以把我与别人做比较。最终他们会对这段情感做一个怎样阶段性的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伤。打算跟他再试试是吧？可以再走下去。男生啊，同意走着看看啊。叫对了不怪别人哈。真走不下去，只能怪自己了啊。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希望你可以乖一点吧。那你也不要管我太多，我会跟你讲的嘛，有些事情。好好相处啊！好，谢谢老师。谢谢两位，请回。谢谢老师。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好啦，希望他们开心的去恋爱，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丈夫最近看了一档摇滚乐队的节目，然后就把工作给辞了，开了一家乐器店，每天呢一边在店里看店，一边学敲鼓，很晚回家。他花了很多钱投入这个乐器店，他做这个店呢，我看不出一点能够赚钱的希望。那现在我们两个人几乎不说话了，他的行为太不正常了，我该怎么做到让他回归正常呢？其实呢，我认为他的行为没有不正常，只是说呢，他的能力跟不上他的梦想。我建议你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把生活和梦想平衡一下，你们的生活还能继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